当地时间21号晚间，拜登在位于华沙的波兰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一上来就提到自己此前一天突访基辅的见闻。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Kyiv stands proud. It stands tall, and most important, it stands free. 拜登为俄乌冲突以来西方联盟历时1年的援乌努力进行了辩护，并强调俄罗斯想要征服一个主权国家的企图绝不会得逞。And 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 俄乌冲突发生大概1周年之际呢，他的这个讲话呢，也是代表了美国这个领导这个北约集团呢，这个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决心，也是提振西方的这个继续这个行动的一个信心。演讲中，拜登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还形容普京是一心一意要重建帝国的独裁者。而对于几小时前普京在2023年国情咨文中重点批判西方正密谋破坏攻击俄罗斯一事，拜登在演讲中反驳称，西方没有这么做。The West was not plotting to attack Russia.As Putin said today. 据美媒统计，拜登在讲话中10次单独点名普京，而普京在当天早些时候持续了1小时45分钟的国情咨文中11次提到美国，10次提到北约，却1次也没有单独点名拜登。然而，这种隔空互呛展现出的针锋相对意味已令外界哗然。拜登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北约不会分化，将对乌克兰支持到底。Our support for Ukraine will not waver. NATO will not be divided, and we will not tire. 拜登重申了北约第5条款有关集体防御的承诺，即一旦确认成员国受到攻击，北约将做出及时反应，并宣布美国将主办明年的北约峰会。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不到1年内第2次访问波兰，上一次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的去年3月。有报道援引德国智库人士称，冲突爆发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在波兰领土上发表演讲，重申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象征意义。冷战期间，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1955年签署了华沙公约，从而形成了冷战中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对抗的华沙条约组织。由此，波兰首都华沙也被视为冷战开始的地方。该智库人士表示，无论俄乌冲突走向如何，波兰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处在前线。拜登在华沙条约诞生地发表演讲，想传递什么信号？听者不会意识不到，至少俄罗斯人不会。我觉得在波兰做这个演讲，一方面呢，也是当然是对波兰的支持啊，因为波兰是在整个北约支持俄乌军事冲突当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这个所谓前线啊。波兰呢也当然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当然这个呢也是向这个整个西方盟友的一个讲话，也就是提振整个北约和西方集团的这个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一个信心。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称，作为邻国乌克兰的坚定盟友，波兰成为欧洲在对俄冲突问题上的主要鹰派国家，一直极力主张对俄实施更严厉经济制裁，呼吁西方对乌援助先进武器，并为之提供了关键的后勤枢纽，在西方联盟对俄威慑和防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21号会见波兰总统杜达时表示，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持至关重要。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日前表示，两国正就增加美国在波兰驻军人数以及建立更永久的军事存在进行谈判。目前有大约 1.1 万名美军在波兰进行轮换。波兰媒体认为，乌克兰危机使美国与波兰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去年6月，拜登宣布在波兰建立永久性美国军事基地，这是美国在北约东翼建立的第1个基地。俄乌冲突爆发后，波兰接收了超过150万乌克兰难民。波兰当地媒体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约 63% 的受访者认为，自俄乌冲突以来，波兰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约 68% 的受访者支持执政党提出的增加驻波美军等提议。既出于的这个切实的对于自身这个安全各方面的这负面冲击，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思考，同时也是出于提升到自己在地区层面的政治影响力这么一个目的。根据白宫消息，拜登计划在22号返回华盛顿之前，与来自被称为布拉勒斯特9国及所谓 B9 国家的领导人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B9 由北约东翼的9个国家组成，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由于历史原因，当中大部分国家对俄态度比其他北约成员国更加强硬，并且正在推动对莫斯科做出更有力的军事回应。观察认为，展示对乌克兰的集体性支持，并强化与北约东翼国家的合作，是拜登此行的2大目标。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与 B9 领导人会面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他此次访问波兰是对欧洲东部地区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既能向其伙伴表明需要这些国家的投入和支持，也能借此提醒普京，将战争扩大到北约领土上的后果将是什么。在俄乌军事冲突当中，北约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也是体现了美国在西方同盟当中，以及在这个影响这场冲突走向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个支柱所以北约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强调北约的这个作用当然是也是为了这个巩固美国跟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提升北约的这个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华盛顿邮报》认为，尽管拜登此次出访高调秀出的团结和对乌支持得到部分西方国家的力挺，但他无法忽略在国内所面临的挑战。美联社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48%的美国成年人赞成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低于去年5月份的60%。一些媒体认为，这些结果已经显示出美国民众对援助乌克兰感到厌倦。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所有援助都是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下交付的。但随着去年11月共和党重掌美国众议院，拜登政府并不能保证所有援乌资金都能得到国会的批准。拜登现在讲的要支持到底，一方面是给盟友讲的，我作为带头的，我都要支持到底了，那你们这些国家一定要支持到底。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它是对国内喊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美国现在国内呢也是财政上捉襟见肘，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呢，对于大幅度的这种持续的援乌呢，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浪。原因就是什么呢？其实美国自己地主家都没余粮了，不是拿余粮在援乌，现在是拿自己口粮在援乌，这肯定不行。所以呢，就是拜登现在这种政治表态呢，必须做，也就是说，国内要说服反对派。在国际上要说服盟友们跟着他一块儿把这个援乌的这个行为呢进行到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俄总统在几小时内隔空喊话，都没有要针对俄乌冲突停战谈判的意思。那您怎么看今后的局势演进呢？主持人好，你的比喻呢很贴切，隔空喊话，而且呢是在很近的距离喊话，双方呢都没有妥协的意思。双方呢都宣称不怕苦难，要争取胜利。这意味着呢，俄乌军事冲突还将持续，很可能呢会打成长期战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从俄罗斯角度看呢，拜登突访基辅，进一步的坐实了俄乌冲突实际上呢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冲突。因此呢，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抨击这个俄乌冲突源自西方的挑衅，使美西方呢在企图在国际事务中谋求无限的权利，因此呢，俄罗斯要谨慎而系统的达到目标，会继续战斗下去。从美国的角度看呢，俄乌军事冲突是所谓的民主对专制的战争，是北约团结的象征，也是对俄罗斯的反侵略战争。拜登演讲中呢宣称，北约国家在对乌克兰的支持呢是不会动摇的，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的胜利品。他选择签署华沙条约的这个波兰首都演讲，也大有这个北约呢要碾压俄罗斯的意味。也就是说呢，美国将继续的这个援乌抗俄，直到乌克兰胜利。美俄两国总统共同的声音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事情继续下去，也就是呢要让冲突持续下去。除此之外呢，普京还宣布俄方呢暂停履行新削减核武器条约，增加了拥有全球90%的核弹头的美俄两国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换句话说呢，
美俄总统的隔空喊话加剧和升级了俄乌冲突，那么今后的战场将更惨烈，伤亡人数会更多。